三条河汇合之处啊，大家可以来看看。这边还有一座桥。原本呢，你看啊，右侧都是有很多的路可以下到更清水的地方去的，但现在呢，全部被围闭了起来啊，禁止游客进入。这个地方叫西江水厂，上面还有一块牌子写着广佛饮水之源啊。看看这个水池的水有多高，好像要摸出来这种感觉。江根村，刚刚就是从这个小的牌坊开车进来的，掘出陆公祠姓陆的人家的祠堂，边上那个也是陆公祠啊。大家好，我的左前方啊有两句话：三江汇流处，千年几字湾。这个地方我是来过很多次的啊，也是趁着最近广东这边啊暴雨，你看啊涨潮。这个地方叫思贤教，也是广州西江、北江啊，还有一条什么水道，应该叫东平水道吧。三条河汇合之处啊，大家可以来看看。这边还有一座桥，应该是走的铁道。我们现在直对着呢就是北江，然后我的左侧这边从这个桥下穿过的就是西江，然后我的右前方有一艘货轮缓缓驶过来的地方呢，这是东平水道，这就是山水汇流地方，也是我所在的山水这个区的名称的来源。现在呢，我在思贤教，在三江汇流的地方啊，随意的骑火车，一路上都下雨。我今天是从清远的假日半岛那边开车过来的，1个来小时的车程。我们现在看看，来到了这个江根村的所在地啊。我现在面对就是江根村，这边你看啊，雨停了，看到有层次感的云层，非常新鲜的空气啊，看起来是非常的清新的感觉。这个村庄也有很多的村民的居所，但是也有很多的水池鱼塘。等一会儿我有空的话再到下面去转转啊。现在我在三江汇流之处啊，看了一会儿江，看到这些江水非常的浑浊啊，但这肯定不是历史的高位啊。最近大家可能关心广东天气的话呢，一定会刷到就是广西这边的大暴雨形成了水库的决堤，造成有些地方啊被水淹了，还出了人命啊，非常可怕的事情。那边呢是西江的上游，所以每年呢到了这个都汛期啊，非常可怕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边有个图写的，这就是西江，上面是北江，还有一条东平水道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名胜啊，它叫五贤祖庙啊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地方的三江汇流的几支湾的位置图。那刚刚我们就看到有几支湾这样的一个说法啊，就是水道这个地方拐了几个弯，所以叫几支湾。这个地方呢叫昆都山啊，边上这片绿色的山丘叫昆都山。有个五贤古庙啊，就以前也来过。这个地方算一个景点啊，说有700多年历史的这么一个地方。
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看看吧。因为这边涨潮水的原因啊，这个地方下面是可能有一个刻度，就是某一年就把这里都淹掉的有一个刻度。那现在看到也是江潮滚滚啊，虽然距离这个栏杆还是有一些距离，可是已经做了预防性的措施，把这边封闭起来，不让游客下去啊。好，那既然这样呢，我们就掉个头啊，顺着这条堤岸的路来骑行一段啊，也看看江里的风光。等一会儿呢，说不定有机会我们也到下面的这个村庄去看看村里的生活的状态，看看右侧就开阔的江面啊，跟着江显得更加的宽阔了，因为涨潮的缘故。就每年到这个季节呢，都会发洪水啊，主要是北江、西江的上游啊下暴雨，然后这个形成滚滚的洪流，这一路呢就会来到佛山，逼近广州啊。所以每年广州呢也是会经历这些洪水的考验啊。但是一般而言啊，即便是要淹的，也是淹像这种山水啊、清远啊、肇庆啊，它一般都会把广州尽可能的保护起来，所以基本上确保这些大的城市，特别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啊、商业中心啊无忧。前面是一条铁道啊，我看都是一些客运的列车驶过。原本呢，你看啊，右侧都是有很多的路可以下到更清水的地方去的，但现在呢，全部被围闭了起来啊，禁止游客进入。那我们也不要以身犯险了，就在这条堤岸上啊，随着骑车。趁着现在没有下雨啊，空气也非常清新，温度也不是很高啊，所以还是可以慢慢的缓骑一阵，就当游山玩水啊。这边到处都贴着防汛这样的告示啊，或者规范。我们在这边稍稍的看一看，这条铁路桥啊，横跨在西江之上，下面种了很多农作物，我不知道是稻田还是其他的什么作物。无论是北江还是西江啊，还有广州东面的东江，最终呢，它都是汇聚到珠江里面啊。它经过几条珠江的航道，最终呢都是要进到汇入到南海，也就经过珠江的出海口。现在有个和谐号驶过。高速的通过。现在骑行的这堤岸的马路呢，我以前从前面专门骑过来过，大概有个10来公里啊，还骑得蛮远的。那今天因为有家人在这边等候，所以呢，我相信不会骑得那么远。我们只是在适当的地方就掉个头就往回走了。原本呢，我想在那个五显古庙这里啊，下到下面去看看更清水的地方啊，看看这个江水到底到了哪里。但是显然是不可能，因为全部
出于安全起见啊，已经把这些入口的台阶啊，基本上都给你封住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那里江水拍岸的场面了。如果不下雨啊，天气好的话呢，这条骑行道真的非常之美啊！你可以看到前面有高山，近处有田野、池塘啊，更多的是绿植，真的非常美的。我们回过头来望一望，你看这个地方有2个水塘，水分都在工作。前面这个桥呢，就是刚刚有高铁驶过的桥梁。大家感觉如何？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原生态呢？哦，现在应该是已停了啊！你看啊，太阳从这个云层里面射出来的光线，看上去很有意境，很美的感觉。这是一个给大家打卡的平台吗？应该是的啊。你看，是给大家拍照的吗？这其实每个一个地方的都会有一个介绍啊。结果呢，这个地方叫龙游飞渡啊。这里为什么叫诗贤教呢？我觉得它是一个故事啊，流传了下来。就明朝有个理学大师，也是教育家，叫程白沙，常到山水游历啊。他以山水的门生层面关系甚笃，乘驾舟沿着西江来山水寻访层面。虽然呢没有能够见到他的门生，他就在这个大石上写下了诗贤2个字，也就是诗贤教的来源啊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。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传说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这段文字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，主要呢还是靠文化的媒介啊，就是文字。如果没有这些文字的话呢，是不可能知道以前的事情啊。那么一个一个传说中的故事啊，就串起了很多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。所以中国人对于古人的这些事迹呢，一直是津津乐道的，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。左侧有一个村叫松边村，是江根松边村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应该主要名字叫江根村，但底下呢又分成一个一个的小村。在这里可以看看啊，这些原野可以说是沃野啊，因为都是种的些东西，有很多绿植生长，应该都是比较富饶的地方。这边又做了一个小平台啊，算是另外一个景点。我们来看看，这松边听涛，你看啊，也挺美的一个小平台。这里还有一首诗。
看看这边又是有关西江的介绍啊，我们来看看，然后来补缺啊。说西江呢是珠江水系干流之一，全长2214千米啊，就这么长的一条水道。然后在历史上也有过不同的名称，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读一读，了解一下西江这条河的来历和它的一些概况。你看啊，这个堤岸下面呢就是一些农田啊，当然我看这个农田里面好像也不知道种了些啥，有些地方好像啥也没种啊。看到右侧江上啊停了很多的船呢，可能是避风吧。好，我们稍稍再往前走一段，从这边开始啊，称之为十里画廊。哦，这个地方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江啊。你看，很不错的地方。哦，外面是开阔的这个西江。有一种滔滔江水向东流啊，一去不还的这种状态。你看这个堤岸下面啊，专门做了一些装饰，这是龙舟，好几个呢。相信呢，这个从古至今啊，到了端午前后，都会在江上设龙舟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一点。今天雨过天晴了，在这个江堤的上面啊，水的骑行还是非常舒适的啊。但是这个地呢，有很多还是潮湿的啊，很多地方还有些积水，所以不能骑太快，否则的话呢，后背啊全都是会溅上这些泥浆的。今天早上啊，刷视频，偶然看到说小米汽车现在也在开发一种肩可以做房车的，也就是在 SUV 的基础上装了一个升顶的装置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有一张床铺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开到哪就可以睡觉。当然，比起那种宽大的房车来讲呢，肯定设施没有那么多，空间呢也没有那么大，但是肯定还是适合于像来到这种江堤啊，或者某些森林公园里面啊，或者是古村的旁边啊，就凑合1-2个晚上，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这就给了很多人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啊。就比方说你的地下停车库它就可以停进去，因为它的限高应该是在2米或者2米左右啊。那它的大小呢，也是跟普通车无异，停在自己的车位上或者是公共停车场呢，应该都是没问题的。所以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兴趣。虽然说这个可能跟真正的房车呢，它还是差点意思啊。但不管怎么说吧，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，或者说一种取舍。上一次来到这里啊，不知道已经半年以前了，还是更长时间以前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有个水文站啊。
这个地方叫西江水厂，上面还有一块牌子写着广佛饮水之源。当然，前面应该是个水盆站，边上是一个水厂。上次呢，我就从前面一路骑过来啊，骑了10来公里。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去那么远了吧。好，还是掉个头往回骑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掉了头往回骑，继续沿着思贤教在西江边的一条江堤上来骑行。这个地方真的还是非常舒适的啊！你看没什么人，尤其是今天啊，天气其实并不好，大家就更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。但是我们最近呢，就听到这些下大雨啊，很多地方涨潮，甚至有些地方被淹等等。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到这些经常发大水的地方来看一看。但是我相信呢，当地政府啊已经做了十足的防范，尤其是靠近广州、佛山这样的大城市的地方啊，早已严阵以待啊，就不至于会决堤，或者说出现更惨烈的这种状况。但是呢，确确实实像我们看到的，刚刚西江水的水位呢，明显的就增高了。那前些天呢，我去顺德龙桂水道那边啊，也惊讶的看到这些水都差不多没到了它的清水的平台啊，就感觉这个水来势汹汹的啊。估计再过段时间，等到西江上游的洪流、洪峰往下移动的时候啊，这里会受到更大的压力。当然也取决于天气的变化啊。如果天气恶劣，再加上近期可能有台风，那降雨量就会骤然增加，那就考验这种江堤的时候了啊。但是我们希望一切平安啊，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刚刚呢，我就从前面一路这么过来的，现在我在原路的返回而已。到了这边呢，忍不住还是要来看看这个敞开的一个缺口啊，可以看到西江的滚滚的洪流，就夹杂着很多垃圾啊，从上游冲刷下来。其实广州和广州附近啊，包括佛山地区下面各个区县，就不乏这种水岸的绿道啊，可以休闲的地方。你只要开车1-2个小时就可以来到这种地方，把车停好，也不用花费什么，可以只是吃一些自己家里带来的干粮。然后呢，就可以在这种堤岸的路上走走，看看江景，吹吹江风，那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。想到古人要到这地方来寻访一位先贤，或者是一位老友啊，那这个走路都走死人的事。现在呢，真的也就是1-2个小时而已了。
刚刚经过这边啊，江跟松边村，我还真的没怎么进村过啊，干脆今天骑进村里去看看，看看这个村到底有些什么遗存，值得去参观一下啊。跟所有的村庄一样，都会有一个大水池，这应该是人造的水池。面向这个水池的呢，肯定是一些老的房子。我们来可以看看，这个水池的水也长得很高了。这里有一家刘氏宗祠，姓刘人家的祠堂啊。看看这个水池的水有多高，好像要没出来这种感觉。这老百姓在这边还是非常平和的生活着啊。松边村三巷，这个村应该并不是很大，好像都在一个山坡上的感觉。村口呢，还搭了一个小的凉亭啊。但是山道比较湿滑，我就不推车上了。这边还有个康公古庙，不知道是拜的是谁。好，我们回到堤岸的马路上了，继续沿着堤岸向前骑行。路边呢，就是这么一个亭子啊，很漂亮的一个亭子。有一辆高铁驶过。这一来一回啊，已经花费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了吧。现在我是往回程骑行。你看啊，专门做了一些这种标志性的东西啊，说明这是一条骑行道。这里有一些村狗啊，
这村里有很多应该是家养的狗吧，都跑出来溜达了。觉得这边有一条下坡道，能不能骑进江根村里呢？我们去尝试一下。从左侧上方的第二马路顺着一条坡道骑下来，看看能不能进到村庄里面去。听到身后高铁通过的呼啸声，看来这边高铁还是非常的频繁啊。看看这个田里头种的是啥东西，很多是苞米啊。这就来到了村里面了，都是田地。这些穿着制服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应该就是市政公司有园艺整理环境的工人吧。江根岭南水乡，佛山市万里芳华。这么一个地方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江根村里面来骑行。我们来稍微看一看这个江根村，看上去挺美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村里房子多的地方骑进去看看。刚刚我开车的时候看见有不少个池塘的。右侧是一个鱼塘。
看啊，左侧这些墙上还画了不少的农民画。好，左侧这边有很多村民的房子，显然我是进村了。我们正好来看一看啊，这个村屋前的池塘。你看啊，这个池塘也不小，这里面应该是养鱼的啊。四周呢都是村民的房子，不知道这个水塘是共有的还是谁家开垦的，这完全是田园的风光。江冈村，刚刚就是从这个小的牌坊开车进来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又有一个大的水塘，然后对着这个水塘呢，就有很多古色古香的老的祠堂。我们来看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家的祠堂啊？觉出陆公祠，姓陆的人家的祠堂，边上那个也是陆公祠啊。都是一些陆氏的后人在这里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，这些村民的应该是这个陆氏的后代啊，都住到这个祠堂的边上来了。按照以前的礼制，应该他们只是住在后面的。穗生陆公祠，这是一家蛮大的陆公祠。右侧还有一家乡村士多店啊，这是小便利店。左侧呢，这边就有凉亭，在一个池塘边。看得出来，以前古时候啊，这边主要是姓陆的人在这边居住，中间肯定也出过一些有名望的人，然后就发展出一个大的宗族。但时至今日呢，就回归平静啊，只是一个江边的农村的模样。村头还有一片空地，我看这边如果不下雨，肯定都是老百姓在这边摆卖东西的地方，叫萤虫公园。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这个就是江滨村的村口，而我的右侧呢，这边就是江堤了。好了，这个坡还蛮大，我就推车而上啊。好了，推车又上了这个堤岸了啊。
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三江汇流处千年几字湾。你看这个江潮滚滚而来，看来这个速度还蛮快的啊。这也是为什么把这边管制起来，不让游客到临江的地方去了。现在我面对的是西江，就明显的西江那边的江流滚滚而来，前面的北江呢看似比较平静啊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。好了，我现在呢就结束我在思贤教西江的第二趟的骑行，我们准备开车回家去了。今天这一段我们也看到了西江涨水，希望沿岸的老百姓都万事无忧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